你有没有发现，最近几年夏天好像越来越热了？小时候30多摄氏度就已经觉得酷热难耐，可如今40摄氏度越来越常见，50摄氏度也开始频繁出现在新闻里。欧洲人热得开始抢空调，美国多个州连续发布高温警报，印度、巴基斯坦多地气温飙过50摄氏度，中东部分地区地表温度超过了70摄氏度。而在最近，中国兰州地表温度也来到71摄氏度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高温已经不再只是白天的问题，很多地方夜晚的气温依然居高不下。即使太阳落山，空气仍像一个巨大的蒸笼，让人难以入睡。气象学上，这种现象被称为暖夜，而暖夜的增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比白天高温更加隐蔽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现象也越来越明显，曾经很少听说的热穹顶、海洋热浪、极端高温、百年一遇、千年一遇等词汇，如今却频繁出现在新闻报道中，仿佛整个地球都在一点一点变热。于是，越来越多人开始发出同一个疑问：地球到底怎么了？有人说，这是因为太阳越来越热了；有人说，是因为地球离太阳越来越近；还有人说，今年这么热都是因为厄尔尼诺。这些解释听起来似乎都有道理，可如果你真正去了解科学家的研究，就会发现他们都没有说到问题的核心。真正的答案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加复杂，也更加值得警惕。如果我告诉你，地球现在经历的高温并不是突然出现的，如果我再告诉你，真正导致今天这一切的变化，其实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悄悄开始了，你会相信吗？很多人都把今年的高温归因于厄尔尼诺，毕竟只要打开新闻，你几乎都能看到这样一句话：受厄尔尼诺影响，全球多地持续高温。于是，一个印象便逐渐形成，好像只要没有厄尔尼诺，地球就不会这么热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厄尔尼诺确实会让全球平均气温进一步升高，也会增加许多地区出现极端高温、暴雨和干旱的概率。可是，它并不会制造新的热量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里都会觉得有些奇怪。如果厄尔尼诺不能制造热量，那为什么它一来，整个地球都会热得这么明显？答案就藏在海洋里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每天感受到的空气其实只储存了地球系统中很少一部分热量。真正的热量仓库并不是天空，而是海洋。科学观测显示，在过去几十年里，由于地球能量收支失衡而积累的多余热量，绝大部分都被海洋吸收了。海洋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，默默储存着这些热量。因此，即使全球气温不断上升，升温过程也没有表现得那么剧烈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很多人误以为全球变暖并没有那么严重。然而，当厄尔尼诺发生时，这座沉默已久的热量仓库开始发生变化了。正常情况下，赤道附近常年吹着稳定的信风，它不断把温暖的海水推向西太平洋；而在东太平洋，较冷的深层海水则不断上涌，补充到海面，帮助地球把更多热量储存在海洋之中。可以说，这是一套维持地球热量平衡的重要循环系统。但厄尔尼诺出现后，这套循环被打乱了，信风减弱，甚至短暂反转。原本堆积在西太平洋的大量暖海水开始向中东太平洋扩散，冷水上涌受到抑制，更多热量从海洋释放到大气中，于是空气变得更热，水汽变得更多，大气环流也随之发生改变。这就是为什么每当一次强厄尔尼诺出现时，全球平均气温往往都会明显升高，世界各地出现极端天气的概率也会随之增加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原来如此，真正让今年这么热的就是厄尔尼诺。可如果真是这样，那还有一个问题，无论如何都解释不通。为什么即使没有厄尔尼诺的年份，全球平均气温依然在不断刷新纪录？为什么过去几十年里，地球一直在缓慢升温，而不是随着厄尔尼诺结束就重新恢复到原来的状态？这意味着，在厄尔尼诺的背后，还有一个更加庞大、持续时间更长的力量，正在悄悄改变整个地球的气候，而它才是真正推动地球越来越热的根本原因。而这个答案，首先要从一个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的常识说起。很多人觉得，既然天气越来越热，那一定是太阳越来越热了。毕竟，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热量都来自太阳，
如果太阳的能量变强了，地球当然会越来越热。这个推理听起来十分合理，可遗憾的是，科学家研究了几十年，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。太阳确实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表面会出现太阳黑子、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等活动，大约每11年经历一个活动周期。活动旺盛时，太阳向地球辐射的能量会略有增加，活动减弱时又会略有下降。但是这种变化的幅度非常小。经过卫星连续几十年的精密观测，太阳辐射能量确实存在周期性波动，但这种波动不足以解释近100年来全球持续升温的趋势。换句话说，太阳依然是那个太阳，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地球。还有一种说法，同样流传得非常广，有人认为，是不是因为地球离太阳越来越近了，所以天气才越来越热？听起来似乎也很有道理，距离近一点，自然就会热一点。但事实恰恰相反，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，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圆，而是略微扁一点的椭圆。这意味着每年都有一个距离太阳最近的时候，也有一个距离太阳最远的时候。有趣的是，对于北半球来说，距离太阳最近的时候并不是夏天，而是冬天。每年大约1月初，地球运行到近日点，此时距离太阳约 1.47 亿公里。到了7月初，地球来到远日点，与太阳的距离增加到约 1.52 亿公里。也就是说，当北半球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，地球其实正处在一年中离太阳最远的位置。是不是有点颠覆认知？既然如此，我们夏天为什么还会这么热？原因其实和地球距离太阳远近关系并不大，而是因为地球自转轴存在约 23.5 度的倾斜。夏季时，北半球倾向太阳，太阳光照射角度更接近垂直，同样一束阳光能够集中照射在更小的面积上，单位面积获得的能量自然更多。同时，白昼时间更长，地面吸收热量的时间也更久，所以才形成了夏季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年夏天热，并不是因为离太阳近，而是因为阳光照得更直，照得更久。那么，问题又回到了最初，既然太阳没有越来越热，地球也没有越来越靠近太阳，为什么过去100多年里，全球平均气温却一直在缓慢上升？真正的答案其实就藏在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接触，却又最容易忽略的空气中。地球的大气就像一床天然的棉被，如果没有这层大气，白天地球会被太阳晒得滚烫，夜晚又会迅速把热量散失到太空，昼夜温差将达到数百摄氏度。今天这样的生命世界根本不可能存在。幸运的是，大气中的水汽、二氧化碳、甲烷等温室气体会吸收地球向外辐射的部分红外热量，再把其中一部分重新辐射回地面。正是这种天然的温室效应，让地球保持了适宜生命生存的平均温度。可以说，没有温室效应，就没有今天的地球。问题在于，这床棉被原本厚薄适中，可过去100多年，人类大规模燃烧煤炭、石油和天然气，森林面积不断减少，越来越多的温室气体进入大气。结果就是这床棉被被一点一点加厚了，太阳每天照射到地球的能量并没有明显增加，但是地球原本应该散失到太空的热量却越来越难散出去，热量开始一点一点积累，一天一年，也许感觉并不明显，可是10年、20年、50年、100多年不断累积之后，整个地球的平均温度就发生了肉眼能够感受到的变化。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，这个过程并不像烧开一壶水那样剧烈，它更像是把一口锅放在小火上持续加热，开始的时候你几乎察觉不到，可当你终于意识到锅里的水越来越热时，热量其实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。而今天的地球正在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缓慢却持续的过程。可看到这里，很多朋友可能还是会觉得奇怪，新闻里经常说过去100多年，全球平均气温大约升高了 1.3 摄氏度左右。听起来好像并不多，一杯热水多1度，你几乎感觉不到。夏天空调调高1度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。可为什么现实中我们却感觉夏天越来越难熬？为什么40摄氏度越来越常见？为什么世界各地不断刷新高温记录？难道1点多摄氏度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力吗？答案是有。因为全球平均气温并不是你每天感受到的气温，
这里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却又至关重要的概念。所谓全球平均气温，是把地球上海洋、陆地、高山、沙漠、森林、城市，甚至南极和北极的数据全部统计之后得到的一个平均值。它反映的是整个地球能量状态的变化，而你真正感受到的是你所在地区某一天、某一个时刻的天气。天气和气候并不是同一个概念。如果把气候比作一个人的身体状况，那么天气就像他每天的体温。正常人体温大约是37摄氏度，如果平均体温只上升1摄氏度，会发生什么？38摄氏度就是发烧，39摄氏度高烧，40摄氏度，身体很多器官都会开始承受巨大的压力。对于人体来说，1度的变化已经是巨大的区别。地球其实也是一样。更重要的是，平均值变化一点点，并不意味着所有地方都只增加一点点。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。举个例子，假设有一个骰子，正常情况下，它有6个面，掷很多次，大多数结果都会落在中间，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会掷出最大的那个数字。地球过去的气候也很像这样，极端高温会发生，但属于少数。可是当整个气候系统整体变暖之后，就像有人悄悄把整个骰子的数字全部往上挪了一格。原来30多摄氏度的天气开始变成37、8摄氏度，原来38、9摄氏度的天气开始突破40摄氏度。过去几十年才能遇见一次的极端高温，现在几年甚至1年就可能出现。也就是说，真正改变的不只是温度，而是概率。科学家常说一句话，全球变暖不一定让每一天都更热，但它会让极端高温发生的更加频繁、更加强烈，持续时间更长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容易听到一个新的词——热浪。热浪并不是简单的气温高，而是在一段时间内高温持续不断，白天热，夜晚也热，人体几乎得不到恢复。尤其是近年来，另一个变化开始引起科学家的高度关注，那就是暖夜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。小时候，夏天即使白天炎热，晚上只要太阳落山，天气很快就凉快下来。可现在，越来越多地方夜里依然闷热，即使到了凌晨，气温依旧居高不下。人体本来依靠夜晚散热恢复体力，可如果夜晚始终降不了温，人体热量不断积累，中暑、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都会明显增加。对于老人、儿童以及患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，这种影响尤其明显。而真正让科学家担忧的还不仅仅是空气，还有海洋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海洋不仅储存了地球绝大部分多余热量，它自己也正在变得越来越热。近年来，一个过去很少被提及的词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科学报告中，那就是海洋热浪。所谓海洋热浪，就是大片海域连续数周甚至数月，海水温度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。看起来只是海水暖了一点，可实际上它可能导致珊瑚大面积白化、海藻死亡、鱼类迁徙，甚至影响整个海洋食物链。更重要的是，温暖的海水会向空气输送更多热量和水汽，这意味着大气拥有了更多能量。于是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高温，还有更强的暴雨、更猛烈的台风、更严重的干旱以及更加剧烈的山火。很多人觉得这几年天气像突然失控了一样，其实它并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当地球系统积累的能量越来越多之后，这些能量终于开始以一种更加剧烈的方式释放出来。直到这里，我们终于可以回答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：为什么现在感觉一年比一年热？因为真正发生变化的不只是某一天的天气，而是整个地球的能量平衡正在被一点一点改变。然而，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。如果未来几年强厄尔尼诺再次出现，如果海洋继续升温，如果温室气体浓度继续增加，地球会不会越来越热？还是说，总有一天它会重新冷却下来？这才是科学家今天最关注的问题，也是下一期我们要继续探讨的内容。这里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类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们从未停步。